贝爷在沼泽中发现了自己的午餐，究竟是什么东西能让一向淡定的贝爷如此抓狂？只见下一秒，他竟从水里拽出了一条巨蜥。但本期贝爷的奇遇还远不止于此，因为他要挑战的地方是苏门答腊的西海岸，其中最令人窒息的是黑沼泽地带。虽然黑沼泽有着无数令人害怕的传闻，但贝爷还是秉承着做不死就一直做的精神，到达了黑沼泽上空，然后放下绳索，从直升机上不断下降。等一脚踏进了黑沼泽站稳后，他看着眼前成片枯朽的树木和寂静的沼泽之地，一股不好的感觉涌上心头。但来都来了，挑战还得继续，贝爷只好先离开这里，前往东部的内陆地区。可还没走多远，就遇上了一片芦苇地，这些芦苇长势茂密，甚至都高过了贝爷，而且叶子十分的锋利，划在身上生疼。贝爷只好放慢速度，在芦苇里艰难的前行。不过好在这片区域不像之前那么寂静荒凉，他一颗悬着的心也慢慢放了下来，甚至还不忘给自己补充蛋白质，随手抓了条蜈蚣就塞进嘴里。一番品鉴后，继续赶路，很快就从芦苇地走到了另一片沼泽之中。可此时贝爷并没有意识到，更大的危险正向他悄悄逼近。这片沼泽看似平静，却隐藏了不少靠食肉为生的鳄鱼，而野外生存经验丰富的贝爷似乎也感知到了，每走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。但该来的还是来了，水里的一阵异动被贝爷快速捕捉到，他灵敏地闪过身子，下一秒就与水中之物展开搏斗，不一会就从沼泽里捞起了一条巨型蜥蜴。看到不是鳄鱼，贝爷心中不免有些失望，但还是忍不住把玩起来。巨蜥哪受过这等屈辱，仰起头绷直身体，想要寻找时机逃走，却被这个食物链顶端的男人死死拿捏。等玩够了，贝爷抡起巨蜥的尾巴就朝着大树砸去，巨蜥被突如其来的一击砸晕。完事后，贝爷骄傲地举起他的战利品开始宣言，随后他便拎着巨蜥离开了沼泽。经历过刚才的大战，此刻贝爷只想尽快找个地方生堆火，然后来享受战利品的滋味。可是在这种热带雨林环境下，即使是枯木也十分潮湿，想要吃到烤蜥蜴可不是件容易的事。这些从竹子上刮下来的碎屑就是很好的火绒，然后再利用细小的树枝当做引火物，随着打火石的摩擦，火堆很快就被点燃了。这顿操作连巨蜥看了都得直呼厉害，但作为处在食物链顶端的男人，他的骚操作远不止于此，直接割下了巨蜥的尾巴放在火堆上炙烤，接着又取出巨蜥的肝脏。这东西富含维生素，是贝爷最喜欢的食物，只需要放在火堆上稍微加热一下就能吃。等享受完开胃菜，接下来就轮到了主食上场。贝爷拿起一块放进嘴里，吃起来味道很好，并且肉质还很有弹性。等吃饱喝足后，他就沿着小溪的流向一路向下走去。但现在正处雨季，上游带来的雨水使断层处形成了一个瀑布。不过这不仅没有劝退贝爷，反而让贝爷兴奋坏了。他就地取材找了根藤蔓当做绳索，然后将绳索的一端系在身上，另一端则是绑在树上。接下来就开始借助绳索开始慢慢往下爬。在下降到一半时，细长的藤蔓勒到了贝爷的下半身，表情看起来极其痛苦。可现在已经没有回头路了，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往下爬。不料这时意外发生了，绳索突然断裂开来，贝爷毫无征兆地摔了下去。但好在下面是湍急的水流，并没有给他造成伤害。等调整好状态，朝着小溪的下游走去。这一路的颠簸使贝爷口干舌燥，随即他又盘算着整活。只见贝爷拿出小刀在竹子上开了个洞，竹子仿佛像椰子般流出汁水。贝爷赶忙凑过去吨吨地喝了起来。这些水是竹子通过地面过滤出来的，干净又卫生。贝爷一口气喝到饱，这才再次前进。此时天色已经渐黑，得要尽快找个地方过夜。而这棵大树上有个天然的平台，那正是理想的庇护所。因为在晚上的雨林中会有很多爬行动物出没，躲在高处就可以避免找上门。有了平台还不够，贝爷打算利用这些芭蕉叶搭建一个屋顶。期间还幸运地发现了芭蕉，虽然没熟，但这玩意可比生肉的口感好不知多少倍。补充了一些能量后，贝爷就带着芭蕉叶来到了树上，并赶在天黑前完成了屋顶搭建。接着升起火堆，给自己烘干了衣服。有了安全的住所和温暖的火堆，贝爷美美地睡了过去。直到第二天清晨，贝爷饿醒了，于是他从树上爬了下来，继续赶路，想要在途中寻找自己的早餐。在热带雨林中，贝爷发现了一个蓝色的水潭，看起来很神奇，于是贝爷便跳了下去，打算探索一番。在水底，他看到了很多的枯木和成群游动的鱼儿，这不禁让贝爷感到十分惊喜。可真是个意外的发现，当即便决定弄点鱼吃。没有捕鱼工具不怕，贝爷就在岸边收集一些藤蔓，然后脱下裤子，并在裤腿上各打一个结。接着把藤蔓固定在裤子上，制作了一个简易的捕鱼器。现在要做的就是把它放进水里，等待鱼儿上钩。这方法是贝爷从朋友那学来的，能不能抓到鱼运气成分要占一大半。为了增加上鱼的概率，他还在水面撒了一些沙粒充当诱饵。对此贝爷信心十足，都已经想象自己在雨林里吃全鱼宴的场景了。殊不知天公不作美，越下越大的雨把鱼儿都吓跑了。费劲巴拉做的捕鱼器竟没能捕到一条鱼，人还淋了个透心凉。失望的贝爷只能继续前行。在翻山越岭的走了一段时间后，天空已经放晴，但想要在茂密的雨林中找到文明迹象，最好的方法就是往高处走。或许是还沉浸在刚才捕鱼没能成功的失望中，贝爷一个不小心从山侧滑了下来，险些小命不保。不过好在他的野外生存经验丰富，及时抓住了一旁的树枝。等回过神，贝爷竟看到悬崖底下有一片稻田，田里还有人在劳作。
这可让他兴奋极了，于是赶紧利用悬崖边上的藤蔓往下攀爬。这座悬崖有40多米高，贝爷只能利用手臂的力量来支撑自己。经过一番艰难的攀爬后，最终成功到达底下。手臂的酸胀使他苦不堪言，但此时也顾不上休息。贝爷趟着溪水一步一步地向有人的地方走去。经历了种种磨难和坎坷，贝爷这次的野外求生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。